我身患重病，像条狗一样跪在地上祈求我妈带我去治疗。她却冷笑着说：“我没钱，要死就快点去死。”可表姐提出要换新钢琴，学艺术，我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并且疯狂给她砸钱。后来我真的死了，淹死在河里。没想到我妈把表姐送进了监狱，把自己为我陪葬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下雪了，已经是腊月23，家家团圆的好日子。可我并不怎么好，拖着疲惫不已的身体回到了家。我一遍遍敲着门，口袋没有钥匙。终于，门刚被打开，一个巴掌便用力扇在了我的脸上。本来就虚弱的我，根本受不住这力道，狼狈地跌坐在了地上，脸上和身上都痛，像无数只虫子啃噬着我的心。许四，你还知道滚回来呀！我麻木地抬起头，看向这个居高临下、眼中满是厌恶的女人，是我妈程珊。我轻声回答她：“我在学校写作业。”下一秒，站在我妈旁边的林婉之发出轻蔑的笑，火上浇油地说道：“妈妈，她又在撒谎。我明明看见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。”我蜷缩着抱住自己，觉得无奈又可笑。这样的瞎话，林婉之从小说到了现在，而我妈无条件相信，当然这次也不例外。一句句不堪入耳的话，就算我捂住耳朵，也还在继续。许四，你才多大呀？就这么缺男人吗？我警告你，少跟我出去鬼混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垂下眼睛没讲话，我知道说什么在我妈看来都是辩解，所以没用的，只会换来更多的痛。妈妈消消气，别和妹妹一般见识，气坏了身体不值当。林婉之挽住我妈的手，扭着身子撒娇：“好，听婉婉的，我们去吃饭。”两个人的言语之间都透露着亲昵，转身离开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艰难从地上爬起来，肚子很饿，一天没吃东西了。饭桌上望着满桌的辣菜，都是林婉之爱吃的，可是我吃不了一点辣，食欲全无。就在我准备回房间吃面包的时候，我妈却喊住了我，声音威严冰冷：“坐下，谁准你走的？一点教养都没有。”没法儿，我只能坐下来，强迫自己小口吞咽着饭菜。太辣了，辣的胃部传来一阵阵抽痛，我极力忍住不适，生生憋出了一身冷汗。我告诉自己，忍一忍，别吐，不然妈妈该伤心了。林婉之吃得津津有味，看见我难受的模样，不爽数落道：“妹妹，妈妈的手艺这么好，你就这么难以下咽是吗？”我正欲开口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我自己身体的原因。可妈妈神情立马变得不悦，对着我冷嘲热讽：“我看就是以前你小姨一家太惯着你了，惯得你不知天高地厚，还真把自己当千金大小姐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嘴里的辣全变成了苦。妈妈，你从来都不知道我曾经在小姨家过的什么日子，吃不饱穿不暖，饿了只能去垃圾桶和狗抢吃的，冷了就只能活活受着。那么小的孩子硬是长了一手的冻疮，而我妈给我的生活费全被我小姨花在了林婉之身上。如果这叫惯的话，我宁可不要。胃里的痛还在持续，一秒都撑不下去了。今天在医院里，我捏着那张胃癌报告，如坠冰窖，愣神好久没说话。生活总是在考验我有多勇敢，却不管我过得有多苦。不过医生说，幸好发现的时候早，还有治愈的可能。谁不想活下去呢？即使我的生活糟糕的一眼望不到头，但我依然想活下去。妈妈，我得病了，能给我钱去治吗？我细若蚊蝇的声音响起，
却清清楚楚地落在每个人耳中。可是没人会信，在妈妈眼中，我是个烂到泥里的人，满嘴谎言。果然，我妈气得脸都微微扭曲，一手将饭桌掀了。你要死就赶紧给我去死，别说给我听，给我滚！一盘盘菜全朝我泼来，衣服和头发上都沾上了令人作呕的油渍，胃里翻涌得更厉害。那天这顿饭还是被我搞砸了。妈妈带着林婉之欢天喜地出去吃了，头都没回一下，留我在原地发烂发臭，就像我的人生一样。漆黑的小房间里，我缩在角落里，后背的冷汗浸湿了衣服，努力抵挡着胃部袭来的一波又一波的疼痛，脑子都疼到迷迷糊糊，快要爆炸。我试图想想让自己开心的事，可是太少了。突然，口袋里手机一响，打破了满是寂静。我看见屏幕上跳动的名字，心底生出一丝温暖。那头的声音慈祥且充满关怀：小小，最近过得好不好？小小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这样喊我，就是奶奶。疼到满地打滚的时候，我没哭，这时眼睛不知不觉就湿润了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故作笑嘻嘻的模样。奶奶别担心，我很好，就是有点想你了。我从不和奶奶说自己在家过得怎么样，这些苦我自己承担就够了。小老太听了只会着急，担心的整夜睡不着觉。果然奶奶听见后笑得很开心，带着小心翼翼的语气问道：奶奶也想你，等放假来看奶奶吗？我迟疑了，因为妈妈5岁时，自从她和我那个名义上的爸离婚后，就再也不准我和奶奶那边有联系，也才有了我后来被迫寄住在小姨家的事了。但我不想让小老太失望，下次放假就去看奶奶。隔着手机，我仿佛都看见了奶奶高兴的来回踱步的模样。好好好，我等着小小。小老太还在絮絮叨叨的自顾自说：奶奶给你做糖水好不好？你小时候最馋这口了，还是想吃糯米鸡，都给小小做。我忍着眼泪一一应下。好，胃里的疼痛却愈加汹涌，五脏六腑要搅碎了般。最后挂断电话，我躺在地上像条没声息的死鱼。这时屋外传来了阵阵欢声笑语，妈妈和林婉之回来了。下一刻，房间的门被猛地推开，刺眼的光让我眼前一黑。许四，房间里都被你弄得乌烟瘴气，现在赶紧出来把烂摊子收拾好。我一动不动，浑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走。妈妈，我好疼啊！我慢慢伸出手，渴望能够触摸到一丝温暖和安慰，但没有。一只脚狠狠踹向我的腰部，我妈的眼睛泛着冷意：别装死，真是和你那个爸一样，不知廉耻。我的钱1分都不会浪费在你身上。随后，她转身离开，没有丝毫留恋。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忍着剧痛，一点点擦去地上的污渍。客厅里，林婉之在弹琴，悠扬又好听。妈妈坐在沙发上，为她鼓掌，掩饰不住的骄傲，多像个受尽宠爱的小公主。可我连灰姑娘都算不上。琴声戛然而止，小公主在撒娇，声音甜得发腻。妈妈，马上要上艺术课了，我想换一台钢琴。而妈妈几乎都没犹豫，温柔地笑着：好，晚晚要买什么都可以。地上的油渍好多，我擦得手都发酸了，视线渐渐变得模糊起来。明明是胃癌，为什么心这么痛？没钱给我治病，但是能让林婉之换新钢琴学艺术。妈妈，你是不是从来都不在乎我？周围的早读声嘈杂，我趴在桌上默默看着书，所幸胃好受多了，没再绞痛，可能是昨晚吃的止痛药起了效果。突然，
背后被人猛地推搡了一下，桌椅摩擦发出声音。我回头看去，是和林婉之的小姐妹，她眼底带着挑衅，仿佛在说：有胆你就告老师去。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敛了敛眼皮，没有理她，继续看书，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我不会。如果被叫家长，受罚和吃苦头的只会是我。只不过因为我是个没人爱的小孩，没有人会站在我这边。厕所的隔间里，胃又开始隐隐作痛，我咬着手腕，身体止不住的发抖。外头传来了许多女生的议论，其中内容的对象是我。我前天看见许四从医院出来，我天，他不会是得了什么脏病吧？真恶心！一道熟悉的声音顿时响起，是林婉之。她语气夸张又嫌弃。我早猜到了，她一向爱玩爱浪，每次很晚才回家，肯定是在外面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有人附和道：婉之，你这么漂亮又优秀，居然会有这么一个妹妹，许四哪里配呀？对对对，以后可千万离她远点，小心得病。我听着这些诋毁下流的话，却没有一丝反驳的力气，直到声音越来越远，我的意识在疼痛下变得涣散模糊，太难受了。良久，我走出隔间，猝不及防看见镜子里脸色惨白、身形瘦弱的女孩，一下没认出自己。我勾起一抹苦笑，我是怎样的人，林婉之不是最清楚吗？刚到小姨家的我，不哭不闹，极力扬起笑脸，讨好着每一个人，可没用。私底下，只要我穿过一次的漂亮衣服，都会被林婉之抢走；只要我爱吃的菜，饭桌上都不会再出现第二次。小姨的咒骂，林婉之的欺凌，还有那个男人的眼神。于是我变得唯唯诺诺，越来越不爱说话。直到14岁那年，小姨一家丧命于一场大火中，唯独我和林婉之活了下来。一幕幕曾经好似还历历在目，橙色的火舌张扬着声势，炙热的温度烤着我的肌肤，吞噬目光所及，消化一切过往。林婉之扑在赶来的妈妈怀中，眼泪都要流尽了。姨妈，我以后再也没有家了。妈妈紧紧搂住她，心疼与怜惜都要溢出来了。婉婉不怕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。而我站在一旁，无声地看着这温情的画面，身上的伤口还在流血，无人问津。直到妈妈走过来，我心中升起些许期待。这么久没见，妈妈会不会抱抱我，就像抱林婉之一样？可下一刻，一个清脆的巴掌用力扇在我的左脸，尖锐的指甲顿时刮出一道细长的血痕，比火烧还疼。妈妈怒不可遏，冲我吼着：你个扫把星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我被打到脑袋发懵，泪水不知不觉呼了满脸，喉咙里的那声妈妈卡得不上不下。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和妈妈的关系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，或许是小姨告状里的一句句小偷、贱人、撒谎精，我变得不是我自己，而是一个坏孩子。我揪着破烂的衣服，呆呆看着妈妈牵起林婉之离开，将我丢在原地。漫天大火里，我跌跌撞撞地跟上，喊了无数声妈妈，可她一次头也没回过。可妈妈，你从来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。从小姨家搬出来后，我以为自己获救了，日子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，可我却高估了妈妈对我的爱，低估了她对我的恨。天气越来越冷，我哆嗦着回到家，一遍又一遍敲着门，可迟迟无人应。或许妈妈带着林婉之出门了，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站在楼道里，冷风席卷着寒气，冻得我发麻。突然，我被一道力猛然推醒，等太久，居然睡过去了。抬头，
妈妈和林婉之两人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大晚上的，你想吓死谁？真是晦气！我一愣，我没有。林婉之狠狠剐了我一眼。妈妈为什么不给你钥匙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我垂下头，碎发遮住眼睛，手脚已经冷到失去了知觉。我当然清楚，因为那场大火，还有在妈妈眼里我是个小偷。有段时间家里总是丢贵重的东西，而我就是唯一的怀疑对象。为了惩罚我，妈妈不准我上桌吃饭，一天只能吃一顿。我饿得连最讨厌的苦瓜都吃得一点不剩。实际上呢，是林婉之在背后搞的鬼，就为了妈妈更讨厌我罢了。门锁被打开，我像个影子一样跟在他们身后。妈妈，我艺考的事情真的有保证吗？妈妈轻柔地摸了摸林婉之的头，笑着回答：当然了，刚刚饭局上婉婉表现得很好，一切有妈妈。他们这种旁若无人的亲昵，深深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早该习惯的，总是这样。林婉之轻而易举地能拥有我渴望的一切，妈妈的爱、光鲜的经历和光明的未来。胃里的灼痛更甚，恶心的感觉翻涌而上。医生的话似乎还回荡在耳边。我努力抓住那一丝求生欲，鼓起勇气再次开口：妈妈，我真的病了。我伸进外套口袋，摸到了那张确诊书。如果您不信，我可……话还未说完，我的头发猛然被揪住。住口许四！你还有脸提你得了脏病的事？你是不是嫌我命太长了呀？害死了你小姨一家不够，还想气死我是不是？我被迫仰起头，看见妈妈憎恶扭曲的脸，所有的话堵在了喉咙，心中是撕裂般的疼痛。为什么你总是不相信我？为什么林婉之要什么都可以？我难道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吗？为什么我不配？为什么你不爱我？接着，妈妈的手松开，用力一甩，就像丢弃一块破烂的抹布，我狠狠摔在地上。你也配和婉婉比？先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货色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和你那个死在女人床上的爸一样，让我作呕。一旁的林婉之笑得幸灾乐祸，眼底满是挑衅。最后，妈妈掀掀眼皮，轻飘飘地说道：如果想死，那你就早点去死好了。我无力地趴在地板上喘息，如同一条苟延残喘的流浪狗，那么狼狈又无助。我咧嘴笑了：我会的，妈妈，你放心，我很快就要死了，如你所愿。放学后的校园，人来人往，我握着手机，屏幕上正停留在奶奶发来的消息：小小，周五了，今天来奶奶家吗？收起手机，我决定去见奶奶，反正不管我多晚回家，都没有人等我，最多换来的不过又是一顿咒骂与挨打，无所谓的。万家灯火没有一盏为我，只有奶奶才会。我这副残败的身躯还能再支撑一会儿。翻出书包里的止痛药，小小的瓶子里响起清脆几声，药不多了，可我哪来的钱去买？我一口气吃下最后几粒，不想奶奶知道自己得病的事。抬起头，今天的阳光格外好，照在身上，暖洋洋。如果心里的潮湿也只需要晒一晒就好了。尽管已经许久没去奶奶家，可那条路我还是记得很清楚。在经过一条小巷时，一双大手猛地捂住了我的口鼻，将我拖了进去。阴暗的巷子里站了一群社会青年，吊儿郎当，而为首的是林婉之。不好的预感腾然升起，我忍住颤抖的身体。林婉之，你什么意思？然后手悄悄摸进了口袋，里面放着一支录音笔。我提防了这么多年，终究还是派上了用场。只见林婉之双手抱着胸，神情傲慢，眼底全是轻蔑。我早就说过，不是你的别惦记，
让你老老实实听我的话。反正妈妈不会相信你的任何一句话，你偏偏不听。现在他故意停顿，凑近我的脸，笑得肆意张扬。当然是找男人陪你好好玩玩啦。这话一出，男人们下流的笑声此起彼伏，我如坠冰窖，从头到脚都是僵硬冰冷的，心也一样。还未待我转身逃跑，便被人推倒在地上。恐惧瞬间占据了我的大脑，我奋力挣扎着，希望有人来救救我，但根本没用。呼救脱口而出，变成了极小的呜咽。林婉之嗤笑了一声：“你装什么装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”这句话像是个魔咒，将我禁锢，最后吞噬。情急之下，我摸到了角落里的一块砖头，疯了般往自己头上砸着。嫣红的鲜血顺着额头流下，布满了我整张脸。几人被我的模样吓到，纷纷后退，不敢靠近。林婉之顿时气得牙痒痒，咬牙切齿地开口：“那就给我打！”我扯出一个笑，带着血淋淋的畅快：“真好，我这次终于保护了自己。”心刚落回原地，身上却传来剧痛。数不清的拳头和脚印施加在我身上，让我喘不过气，几乎要呕出血。一旁，林婉之的笑声那么刺耳：“真痛啊！”可是比不上心里的痛。我将自己缩成小小一团，拼尽全力护着怀里的手机。奶奶还在家里等我，我要坚持住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林婉之已经没了踪影。突然，天边轰的一声，黑沉沉一片，阳光不见了。我的脸被人使劲按进了泥里，粗粝的砂石磨着皮肤，眼前已经不知道东西，分不清是血水还是泥水。接着耳边又响起砰的一声，是车辆与肉体的碰撞声，灵魂好像都一震。不远处的巷子外，路边有人惊呼着：“死人了，死人了！撞死人了呀！”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慢慢抬起了头。巷子口，一碗糖水打翻在地上，本来白的粉的丸子沾上了灰，被人踩得肮脏不已。那个掉了漆的保温杯我还记得，奶奶做的糖水怎么会在这？这时不知道谁问了一句：“婉姐呢？”她先走了，说还有事要去忙。那群人也停了动作，喘着粗气，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我无力地摸出怀里的手机，上面跳出2条短信：“小小，怎么还没到呀？奶奶担心你，来接你，给你带了糖水，你尝尝甜不甜？”时间显示半小时之前。半个小时足够从学校赶去奶奶家，也足够奶奶赶来学校。仔细看着一字一句，撕心裂肺的疼席卷了全身。我紧紧揪住胸口的衣服，张大了嘴拼命呼吸。请客，雨飘飘洒洒的落了下来，冷飕飕的，冻得我直发抖。想起从前奶奶抱着我窝在摇椅里说的话：“幸福就像是这雨，打不满每一片叶子的。”我的笑里带着心酸。可是奶奶，我不贪心，不用满，怎么连一滴都没有呢？我躺在一地泥泞里，紧紧抱住自己，喉间发出一声又一声低沉的嘶吼，却不愿意相信这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世界上哪有这样巧的事？奶奶肯定还在等我，我得快点去看她。我强忍着疼痛，费力从地上爬起，一步一步走出巷子。路好长，走得太艰难，直到我看见马路中间的熟悉身影，倒在血泊中，一动不动，已经毫无声息，刺得我眼睛生疼。悬在空中的一颗心彻底落回原地，摔得稀巴烂。我软着腿再迈不动一步，连忙蹲下身，慌乱去捡地上打翻的糖水，将脏了的丸子一个个塞进嘴里，混着咸湿的泪，甜，很甜，和记忆中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我哭着哭着笑了，警鸣声传来，
我看见救护车将奶奶盖上了白布抬走，我想追的，但是怎么也追不上去，心好似被人活活撕成了两半，从未体会过的难受。路边好多人在议论不停，那老人家也是怪可怜的。就是说，那车开得好端端的，突然拐了个弯，把他撞了。我心中猛然一惊，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再也等不了了，用尽全力赶回家。林婉之正坐在沙发上，悠闲地吃着水果，和小姐妹打着电话。那个老太婆死了就死了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就是给许四一个教训，不然她迟早要骑在我的头上去。听到这句话，顿时印证了我心中的猜想，气血翻涌而上，几步走上去，我猛然揪住林婉之的头发，骑在她身上，双手狠狠掐住了她的脖子。谁让你害奶奶的？你凭什么？我的声音嘶哑又绝望，是鱼死网破的决裂。林婉之，我要你陪葬！我扬起手，几巴掌重重地顾在她的脸上，让林婉之惨叫不已。我心中却畅快极了，这张可恨的脸，我早就想打了。想必我现在披头散发，眼底不断翻涌着滔天的恨意，像个失去理智的疯子。但又如何？反正我都要死了，我不在乎。林婉之还在不知死活地刺激我。你知道那老太婆怎么死的吗？她左脸颊高高肿起，笑得面目狰狞。我特意找人撞死的，你应该看到了吧？是不是心都碎了呀？恨啊！我恨不得立刻杀了这个罪魁祸首。我不记得删了多久，只知道要把受过的痛加倍还给林婉之。可尽管如此，都无法平息我心中的怒火。我抬起脚，毫不犹豫地踩了上去，她的脸立马沾上污渍。我用力碾着，踩得她尖叫连连。身下，林婉之承受不住了般，面目变得扭曲，直翻白眼。放开我！谁给你的胆子？她从小到大多骄傲啊，在哪里都是众星捧月的焦点。什么时候像现在一样被人踩在脚底下，像只蝼蚁般任人践踏？我又俯下身，手上一寸寸收紧了力道，痛与恨交织，在这一刻到了极致。一个人却将我掀翻在地。妈妈来了！许四，你这个贱人在干嘛？接着一个烟灰缸迎面砸来，痛得我直不起身来。本来就挨了打，这段时间饱受胃癌的折磨，人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，我已经无力反抗。我妈着急地扶起林婉之，语气心疼又担忧：婉婉没事吧？快让妈妈看看。比起林婉之那点小伤口，我浑身是血，可妈妈眼里只有她，看不见我。林婉之缩进妈妈的怀里，哭得可怜兮兮。妈妈，妹妹居然想杀我！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，心中生无可恋。妈妈终于看向我，周身冷如寒冰，声音发沉：你个破烂货，心思怎么这么歹毒？谁欠你的？起来，给我向婉婉磕头道歉。我麻木地看向他，只说了一句：你知道林婉之都做了什么好事吗？我妈蛮横地将我架了起来，跪在地上：婉婉能做什么？肯定都是你的错。她死死按着我的脑袋，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磕着，声音又重又响。林婉之得逞的笑容挂在嘴边，小人得志的嘴脸真是恶心。许久，我妈和林婉之很满意地点点头，随之我心底的最后一丝眷恋和爱意也被抹去，消失得干净。我望着眼前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只觉得陌生。这还是我的亲生母亲吗？我居然还妄想得到她的爱，太过于可笑。我看向她，心如死灰。我变成这样，就是你想看到的吗？她啧笑一声，高高在上，眼神像看着一堆烂泥。这都是你欠婉婉的，你这个扫把星！如果不是因为你贪玩，你小姨家怎么会起火？
他们怎么会死在那场大火里？婉婉怎么会失去父母？可你死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连葬礼都不愿意出席。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！老舅遥远的回忆开始攻击我。已经时隔多年，恐惧和痛苦依然紧紧围绕着我。我此刻却觉得莫名刺激，然后扯出个笑，声音哑得可怕。如果没有那场大火，死的就是我。那两个人根本就不配我的原谅，是他们罪有应得。妈妈立马震怒，狠狠扇了我一个耳光，给我闭嘴！你胡言乱语什么？我抬起头，紧紧盯着他的眼睛，轻声问：你怕了吗？对呀，那场大火就是我放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停电的夜晚于我而言依然是个噩梦。男人猥琐的神情和动作让我想吐，于是我再也忍不了了，一把掀翻了桌上的蜡烛。要死，大家都一起死好了。也许是受了刺激，我越想越兴奋。猛然间，我的手臂被人扯住，妈妈像是被我戳中了心事般，疯了一样打我。你不配待在我们家，立马给我滚出去！于是，飘雪的腊月里，我带着满身的血被赶出了家门，孤身一人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应该说，我本来就从未拥有过任何。胃痛又开始了，我想我大概真的要死了。我捏了捏冻僵的手指，靠在桥洞底下的一处角落里，只有这个地方能帮我挡住寒风。尽管散发着恶臭，可是比家还要温暖。迷迷糊糊间，我的身体好像火烧般，又冷又热。眼前奶奶的身影出现了，小小，快起来，地上冷。我伸手想抓住，可一晃眼就不见了，这让我感到绝望。这一刻，我真正意识到奶奶不在了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喊我小小，为我做糖水了。我唯一的慰藉也没了。我终于忍不住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放声大哭，眼泪把我的心都烫出了一个洞。我知道永远都好不起来了。雪下了一夜，我以为自己会死，但没有。打开手机，朋友圈里林婉之发了9宫格，照片里她穿着华丽的礼服，戴着皇冠，在朋友的簇拥下闭着眼睛吹生日蜡烛。配文是：谢谢妈妈给我的一切。翻到下一条，正是我妈发的朋友圈，祝我家唯一的小公主天天开心。配图是她和林婉之亲密无间的相拥，羡煞众人，心里的酸涩无处可躲。我被赶出家门，挨饿受冻时，妈妈为林婉之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。看啊，她其实多会爱人，只是不爱我罢了。我在外头游荡了3天，走了很远的路，去了很多家医院，才找到奶奶。人来人往的走廊上，护士看着我额头的伤口，欲言又止。我没讲话，抱着骨灰盒转身离开。第3天的时候，日头很好，阳光洒了一地，像是玻璃渣子，踩上去肯定很疼。我突然起了精神，坐在桥头看了一整天的云，带着奶奶，全世界都只剩下我和她。沉入河底的最后一刻，我却是前所未有的解脱。我的灵魂跟随在妈妈的身边。办公室中，我妈正在专心工作，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。你好，请问是许四的母亲吗？她皱起眉，不悦地回答着。她又怎么了？是不是惹事了？那头的人连忙否认，解释道：不是，我是她的主治医生。医院里，我妈穿着一身昂贵的名牌套装，精致美丽。许四是不是得什么脏病了？医生面露疑惑，语气惊讶。许四妈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得的是胃癌。此话一出，我妈的表情一瞬间僵硬，半天才讲话。什么胃癌？主胃的医生点点头，语重心长地开口：对，他半个月前就确诊了胃癌，
小姑娘一个人怪可怜的，问她家大人怎么没来，她也不说话。妈妈明显一怔，眼底划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主治医生的声音很是惋惜，小姑娘当时开了点止痛药就走了，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来办理住院，实在没办法，我们才联系到你。这个病可等不起，必须马上治疗。我妈搭在膝盖上的手紧紧扣在一起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妈妈，我说过我没骗你吧？你看，我真的生病了。医生张望了四周，询问道：“许四呢？他怎么没来？”我妈愣住了，有些难为情地低下了头。最后，医生叹了口气：“早点带孩子来看病吧，这么小的年纪，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他应该好好活着，去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。如果灵魂也有眼泪的话，我可能会泣不成声。”听见这话后，妈妈身躯猛然一震，就连起身离开时的动作也慌乱不已。出了医院之后，妈妈独自站在街边，寒风吹乱了头发，她没在意，而是拨通了我的号码。嘟嘟响了几声，迟迟没人接通。这是妈妈第一次给我打电话，没想到却是在我死了之后。她放下电话，神情有些懊恼，念叨着：“这丫头真是记仇，不就骂了她几句，这么多天还不知道回家，居然连我的电话都不接。”我苦笑了一声，大人的记性总是这么差，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忘得真快，能心安理得把所有错误都推卸到孩子身上。他又点进了和我的对话框，聊天记录显示的全都是我给他发的消息。我在小姨家住得很好，别担心我妈妈，我想你了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回家呢？今天的考试我得了第1名，小区的流浪狗不见了，我好难过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妈妈是不是忘记了？妈妈，能给我一把家里的钥匙吗？可是她从来没有回应。我看见妈妈的手在微微发抖，肩膀耸动着，她是不是也想起来以前的许四多么依赖妈妈，多么爱妈妈？可她呢？对她像仇人一样，非打即骂，什么难听说什么，把许四折磨惨了。只见他开始打字，因为颤抖打错了好几次，有眼泪滴在屏幕上，晕开又滑下。回家吧，妈妈带你去看病。原来死了之后，心还是会痛啊。可是妈妈已经迟了。这时，突然有一通电话打了过来。你好，是许四的亲属吗？妈妈的声音沙哑，无助又迷茫。是的，我是他妈妈。那头的声音莫名叫人心慌。麻烦你来警察局一趟，他死了。做笔录的警察边写边询问坐在对面的女人：大半夜你女儿为什么会独自在外面？我妈久久维持着那个姿势，没动一下。为什么会出去？是她大冬天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赶出家门的。见她不应，警察思索了片刻，开口道：先来认尸吧。闻言，我妈也毫无反应，只是跟了上去。冰冷的停尸房里，我的尸体摆在最中间，一旁的女法医边掀开白布边说话：死者是昨夜凌晨去世的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妈才有了反应，她摆着手笑了：你说什么呢？我女儿怎么可能会死？她后退几步，摇了摇头：我都准备带她去治病了。不会的，我女儿不会死的。下一秒，白布被彻底掀开，她是被淹死的。除了肺部积水，我们还发现死者身上许多外伤，是殴打所致，以及……女法医顿了顿，像是不忍，然后继续：死者生前遭受过多次猥亵。我苦笑着看向妈妈，这件事情我曾经说过的。在我带着一身的伤偷偷跑去找他，我哭着脱光衣服让他看，妈妈却生平第一次给了我一巴掌，发了好大一通脾气。许四，你瞎说什么呢？
你小姨夫的为人清清白白，别学说谎的坏习惯。可我分明看见了他眼底一闪而过的慌张与逃避。后来妈妈给我穿好衣服，把我温柔地搂进怀里，哄着：乖，快回小姨家，妈妈要去工作了。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崩塌，全部破灭。曾经我无数次向妈妈求救过，她都熟视无睹。现在真相赤裸裸地摆在她眼前。妈妈，这次你相信了吧？你再也不能逃避了。或许是一个接着一个词，实在具有冲击力。此刻我妈正在原地，耳边轰鸣不已，呆呆看着我的尸体，皮肤被泡得发白肿胀，上面布满青青紫紫的伤痕，已经面目全非，看起来过于惨烈。事情处理差不多之后，妈妈走出了警察局，她像丢了魂一样，表情呆滞，心里空荡荡的可怕。怎么就死了？她的许四死了。下午4点的街口，不远处，孩子牵着妈妈的手，蹦蹦跳跳，讲着学校的趣事。他的女儿呢？你的女儿得了胃癌，死者是半夜淹死的，受了许多外伤，生前被猥亵过。一句句清晰有力，在他的脑海里循环播放，都是真的。许四从来没有撒过谎，可是他却偏执地将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结到一个孩子身上，轻而听信了别人的话，用最伤人的话语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他自欺欺人了这么多年，许四就卑微顽强地活了这么多年。于是巨大的悲怆涌上了他的心头，痛得让他快要窒息。那天很多人看见一个衣着光鲜的女人不顾形象地蹲在地上，嚎啕大哭着，声音是撕心裂肺的悔。那天之后，妈妈没有再去公司，而是直接回了家。正值周末，林婉之邀请了一大堆人在家聚会，音乐声震天动地，房子都在摇。林婉之看见妈妈再突然回来，赶紧收起那副玩嗨了的模样，立马低眉顺眼起来。妈妈同学们说要来我们家玩的，我只好拒绝。我妈的眼眶通红，平复着自己的情绪。许四死了。闻言，林婉之惊得下巴都要掉了，可随之划过的是高兴。她立马收敛，故作惋惜的关心：怎么会？妹妹怎么突然就死了？我妈淡淡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讲话，然后走进了我的房间。其实称不上是房间，一个多余的杂货间而已。房间很小，但是很干净，带着女孩特有的馨香。布置简单，一张小床和一张书桌，再无其他。妈妈第一次真正看清楚只属于我的生活领域。以前她从不管我，此刻她好像有些不敢置信，一个别人口中爱玩爱浪、不干不净的女孩，为什么会简陋到只有这些东西？不像林婉之，偌大的公主房里摆满了精致的裙子和护肤品。妈妈的手摸到了我搭在椅子上的外套，口袋露出一角白色，是我的诊疗单，日期显示在腊月23，上面的胃癌醒目又刺眼。那天的我刚从医院确诊回来，求妈妈给钱让我去治疗，可她却对我又打又骂，咒我要死早点去死。那时的我多渴望活下去啊，可真的死在了冰冷的河底。漆黑的房间里，我妈抚摸着我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，眼泪毫无声息地滴落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难过呢？这不是你希望的吗？门被推开，林婉之进来了，她安慰道：别太难过了，妈妈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可这次妈妈看都没有看她一眼。林婉之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于是挽住妈妈的手臂，撒着娇：我们走吧，妈妈。这个房间一股难闻的味道，待着太不舒服了。下一刻，她突然被推倒在地上。是妈妈。林婉之抬起头，发现妈妈正冷冷盯着她，眼底满是阴寒的冷意。她哪里受过这样的待遇？
于是又惊又怕，连忙爬起来抱住妈妈的大腿，边哭边说：“妹妹死了，我也很难过的，我理解妈妈的心情。”看见妈妈依然无动于衷，林婉之开始口不择言，要怪都怪她的命不好。妈妈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许四害死了我爸妈，品性又不端正，所以老天爷实在看不下去，才……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妈妈一巴掌掀翻在地。妈妈目光森然，不带一丝柔软和情感，毫无温度可言。她不欠你们的。这下林婉之彻底慌了，试图唤醒妈妈一点爱。妈妈，你不是最爱婉婉吗？婉婉已经没有家了，只有妈妈了。我肯定会听话，好好练琴，努力考上大学的。回应她的是一世寂静，以及妈妈毫不留恋离开的背影。一整夜，妈妈都没合眼，手里紧握着那张治疗单，一动不动。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，没失去之前弃之如敝屣，失去之后才后知后觉念其好。这种人活该一辈子得不到幸福。清晨，门铃意外响起，打开门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。你好，这里有2个快递需要你签收。妈妈一瞬疑惑，正欲开口，然后猝不及防看着寄件人的名字许四，心里一阵钝痛。他缓慢接过，动作显得可笑的郑重。客厅的桌子上摆着2样东西，一支录音笔和一个日记本，可他好像不敢去听去看，多懦弱呀，生怕又是一次折磨的疼痛，总是要等鼓起勇气才愿意去接受。直到深夜，他坐在房间的椅子上，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静，静得可怕。妈妈带着某种决心按下了录音笔，林婉之的声音响起：“当然是找男人陪你玩玩啊，你装什么装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”一字一句，毫无征兆，重重地打在人的心上，让人窒息。妈妈猛然捂住嘴，干呕了几声，好像要把5脏6腑都吐出来。她大概怎么也想不到，她最爱的婉婉是这样一个人吧？私下里欺凌打压她的亲生女儿，还找人想毁掉我。一直以来，她宁愿去爱一个别人家的孩子，也不愿意爱自己的女儿。她笑了，笑声中掺杂着苦涩，像池塘投进一枚石子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良久，妈妈又打开了日记本，手抖得厉害，纸张年岁已长，泛黄而脆弱，一个个斑驳的字迹透露着小许四的惊恐与绝望。非打即骂的小姨，仗势欺人的林婉之，还有不怀好意的姨父，所以都构成了我最黑暗无望的童年。那个时候，妈妈在干嘛？她无视我的求救，听信外人的污蔑，把自己的孩子想成是最坏的那个，同那些伤害我的人一起站在道德制高点制裁我、唾弃我，却从没有想过拉我一把。此时，妈妈浑身战栗，发疯的尖叫，她痛啊，痛得恨不得自己替许四承受一起，替他去死。可太晚了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林婉之有句话说得很对，妈妈从来都不会信我说过的任何话。杀死我的刀是她亲手递来的，所以她才是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真正凶手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妈妈已经彻底崩溃，她再也支撑不住，不断嘶声大叫着，铺天盖地的痛苦深深将她包围，眼泪悉数滴落在冷硬的地板上，绝望痛哭。学校里，林婉之正穿着生日时妈妈送给她的名牌衣服，和小跟班们炫耀着：“婉婉，你这件裙子可真漂亮。”对，看起来就很贵呢。人群中间的林婉之仰着高傲的头颅，语言间满满的优越感。还好啦，也不贵，我妈妈偏要给我买。突然，有人闯进了教室，是警察。他们一边出示着证件，一边询问：“
谁是林婉之？林婉之云里雾里，有些心虚地挺直了腰板。是我们怀疑你和一起案件有关，请和我们走一趟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神情巨变，林婉之更甚，她无助又慌乱地为自己辩解着：怎么可能？警察同志，是不是你们搞错了？没弄错，千真万确，是妈妈。她从后面走了出来，声音掷地有声。林婉之脸上全是不可置信，傻傻地喊了声妈妈，可我妈理都没理她，当众将录音笔外放，里面的内容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。表面温柔善良的林婉之，暗地里居然说话行事如此阴暗，不容林婉之再次狡辩。警察已经死死扣住了她的手臂，咔嗒一声，手铐戴到了她的手腕间。全程妈妈神情冷漠，像是对待陌生人一样。林婉之还在试图挣扎：妈妈，你救救我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。这句话太没道理了，她的人生刚刚开始，那我呢，就该死吗？妈妈终于看了她一眼，眼底的厌恶与恨意不加掩饰。你不配叫我妈妈，让我恶心。后来林婉之被判了7年，她住进了监狱。小公主哪里过过这种日子，这让她无法接受。于是她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里疯了，然后被送进了一个乡下偏僻的疗养院，永远活在了自己的幻想之中。这场闹剧就这样落幕。而妈妈回家后，把林婉之的东西全部都扔到垃圾堆了。她亲手为我布置了一个房间，摆满了布娃娃，这是我小时候最渴望拥有的，但也只是小时候。我的骨灰盒也被送回了家。妈妈整日里抱着不松手，每天喊着小小小小。现在我期待这么多年的爱来了，但是我已经不再需要了。废弃的游乐园里，妈妈坐在一个破旧的旋转木马上，轻轻拍着我的骨灰盒，嘴里温柔地哼唱。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这个游乐园是我5岁之前最爱来的，可后来爸妈离婚，我们搬家，一切物是人非，失去的再也找不回。直到哼唱声停了，妈妈兀自出神了许久，嘴唇哆嗦着，声音极小：小小，妈妈错了。她毫无征兆地哭出了声，一遍遍求着我的原谅。最后只见她纵身一跃，跌进了那条河，脸上带着微笑。而我终于能离开了，这辈子的不幸福就此了结吧。如果有来生，我肯定会过得很幸福，很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